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9年5月12號凌晨1點06分，Clark 打咗911報警電話，話有人喺 hot tub 度浸親，需要救護車。警方同埋救護車好快就到達咗現場。現場有2名男子正喺度手忙腳亂咁為瞓咗喺地下嘅女子做 CPR 急救。嗰名女子全身赤裸，額頭有一道仲喺度流緊血嘅傷口，已經冇咗生命跡象。於是嗰名女子被宣告死亡。死者係44歲嘅 Marianne。現場嘅2名男子分別係 Marianne 嘅男朋友 Marcus 同埋報案人 Clark。案發現場就係 Clark 嘅屋企。Marcus 話俾在場嘅警察知，案發當晚佢同 Marianne 嚟到咗 Clark 嘅屋企度飲酒聚會。佢同 Marianne 浸咗喺 hot tub 度飲酒，而 Clark 就喺另一邊嘅泳池度游水。之後 Marcus 去到後院旁邊嘅樹林執樹枝，等佢返嚟嗰陣 Marianne 已經攤咗喺 hot tub 入邊，個鼻亦都俾水淹沒咗。於是 Marcus 即刻嗌喺泳池嘅 Clark 過嚟幫手，將 Marianne 由 hot tub 度拉返出嚟。由於泳池嘅位置同 hot tub 有一定嘅距離，所以 Clark 亦都係呢個時候先至知道 hot tub 嗰度出咗事。當 Marcus 將 Marianne 拉出嚟放喺地下度準備進行急救嗰陣，佢因為跣手而將 Marianne 嘅額頭撞傷，導致佢嘅傷口流血。不過佢哋並冇即刻報警，反而係輪流幫 Marianne 做 CPR 急救，因為佢睇起嚟仲有呼吸。在場嘅警員聽咗之後，馬上就意識到呢單案可能唔係意外浸死咁簡單。喺請示上級之後，佢哋決定將 Marcus 同埋 Clark 分開問話。警員首先幫 Marcus 上咗手銬，並叫佢坐入警車，同時吩咐 Clark 先喺門口等待。不過 Clark 似乎非常唔合作，佢不斷靠近泳池，仲要求要見律師。呢個時候 Clark 收到咗一通電話，但係警員並冇留意到佢幾時鼠咗入間屋，直到佢哋聽到咗屋內傳嚟嘅槍聲。警察馬上衝入間屋，佢哋喺浴室度發現咗 Clark， 佢嘅頭部鮮血直流，手上仲揸住一支散彈槍，已經冇咗生命跡象。在場嘅警員都知道佢哋啱啱犯下咗一個重大嘅失誤。警方搜查咗間屋，並冇發現第三者，所以 Clark 係自殺㗎。之後警方喺廚房度發現咗一封手寫嘅遺書，呢封遺書長達3頁，佢交代咗自己嘅財產分配，並留低咗呢一句說話：我好抱歉，我唔知道 Marianne 發生咗乜嘢事，但係佢係喺我嘅屋企出事㗎，我對唔住佢嘅屋企人同埋朋友。與此同時 Marcus 亦都被帶到警局接受盤問。警方話咗俾佢知 Clark 嘅死訊。During the time that I guess you wer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car, Clark went inside his house and he committed suicide in some house. You're kidding. I'm not kidding. Why would he do that? I don't know. That sheds some light, huh? Maybe you need your kids to do that. 之後 Marcus 亦都開始提出咗自己嘅猜測。There's a pretty good chance that Clark got in that hot tub with me. I'm gonna say there's a very high chance of that. I'm a really high chance. Help me out, man. Do you think he did something to her? Well, she would do it to herself, but I know I didn't do anything. 警方目前仲冇辦法確定誰是誰非，所以佢哋對 Marianne、Marcus 同埋 Clark 進行咗背景調查。Marianne 係 Georgia 大學嘅昆蟲學教授，佢為人善良，性格開朗，經常都同大家打成一片。佢好受學生嘅歡迎，學生都會稱佢為 Dog Shot。Marianne 唔單止中意研究昆蟲，佢仲中意食昆蟲，因為昆蟲含有豐富嘅蛋白質。佢仲認為食昆蟲將來可能可以解決世界饑荒嘅問題。Marcus 係 Marianne 嘅大學同學。Marcus 當時好有女人緣，身邊嘅女朋友換咗一個又一個。不過佢哋當時並冇擦出愛火。Marcus 之後亦都因為染上毒癮而被大學踢出校。
喺之後嘅20年入邊 ，Marianne 有過3段婚姻，而 Marcus 就有過2段婚姻。2017年嘅某一日 ，Marcus 揸住電單車嚟到咗 Georgia， 佢知道 Marianne 住喺呢度，所以就約咗佢出嚟食晏。即使咁多年冇見 ，Marcus 仲係當年嗰個風度翩翩、幽默有魅力嘅男人。食完午飯之後 ，Marcus 就揸住電單車載 Marianne 喺附近兜風。呢個仿似天若有情嘅浪漫情節，徹底咁捉住咗 Marianne 嘅心，令到佢墮入情網，無法自拔。佢哋每個週末都會出嚟約會。Marianne 非常珍惜佢哋喺埋一齊嘅每分每秒。每當 Marianne 需要去到國外公幹嗰陣，佢都會帶埋 Marcus， 等佢以助手嘅名義陪佢一齊出差。雖然佢哋嘅戀情睇起嚟非常甜蜜，但係佢哋身邊嘅人都唔睇好呢段感情。就連 Marcus 嘅親生仔 Carson 都嫌棄自己嘅爸爸。Carson 表示 Marcus 係一個毒蟲。雖然佢平時睇起嚟風度翩翩，但係吸毒之後就會變得非常暴力。Marianne 嘅其中一個學生亦都表示，佢寧願食昆蟲，亦都唔願意同 Marcus 相處，因為 Marcus 俾佢嘅感覺就好似係爛泥扶唔上壁。除此之外，警方仲發現 Marcus 喺2015年因為販毒罪而被判入獄，目前仲喺假釋期間。而69歲嘅 Clark 係一位瑜伽導師，佢曾經係一位心理醫生，治療過 Marcus 嘅仔 Carson， 所以佢同 Marcus 兩父子嘅關係都好好。不過 Clark 喺2017年因為違反職業操守而被釘咗牌。喺審訊室 ，Marcus 話咗俾警方知案發嘅經過。5月11號，亦即係案發嘅前一日 ，Marianne 嘅大學開始放暑假。所以佢哋成日都喺埋一齊。佢哋先去餐廳食飯，跟住又去到酒吧飲酒。之後佢哋覺得意猶未盡，所以 Marcus 就將 Marianne 帶到 Clark 嘅屋企，再繼續飲酒狂歡。雖然當時嘅時間已經有啲晏啦，不過 Clark 仲係非常熱情咁招待佢哋。佢哋喺後院點着咗火堆，一齊玩音樂、飲酒傾偈。之後佢哋3個人都食咗揈頭丸，意識亦都開始變得模糊。Marcus 勉強記得佢同 Marianne 喺夜晚大約9點嗰陣一齊浸喺 hot tub 度飲酒。之後 Marcus 離開咗 hot tub， 話要到樹林入邊執樹枝加到火堆度。當時 Marianne 不斷拉住佢嘅手，阻止佢離開，聲音聽起嚟充滿咗恐懼感。不過 Marcus 最後都係鬆開咗 Marianne 嘅手，行入咗樹林。Marcus 向警方坦白，佢入樹林嘅目的其實唔係執樹枝，而係想體驗紀錄片《The Last Shaman》入邊嘅其中一個情節。佢同 Clark 當晚曾經講到呢部紀錄片。呢部紀錄片講述咗一位患有重度抑鬱症嘅年輕男子，為咗防止自己自殺，而選擇嚟到亞馬遜森林參加一場古老嘅迷幻儀式，嚟到幫助自己脫離心靈苦痛嘅一段旅程。Clark 之前因為喪子而大受打擊，所以佢就模仿咗紀錄片嘅主角，特登飛到咗秘魯，跟隨住當地嘅 shaman， 亦即係巫師，參加咗一啲古老嘅迷幻儀式，希望可以走出傷痛。被神秘儀式吸引嘅 Marcus 喺樹林度挖咗一個窿，瞓咗入去，想要親身體驗下。佢唔知道自己瞓咗幾耐。當佢返到後院嗰陣 ，Marianne 已經浸死咗。Marcus 亦都提到，當佢哋搶救 Marianne 失敗之後 ，Clark 拎住繡球花嘅樹枝，不斷咁喺 Marianne 嘅身上擺動，好似喺度進行緊一啲儀式。所以佢認為 Clark 一定同 Marianne 嘅死有關。不過 Clark 已經死亡 ，Marcus 所講嘅嘢都只係佢嘅片面之詞，根本就死無對證。呢單案好快就上咗新聞，由於案情有啲詭異，所以好快就引起咗當地人民嘅關注。當卡神得知 Marianne 嘅死訊之後，佢好快就認為爸爸 Marcus 就係兇手。佢將 Marcus 形容為一個邪惡嘅自戀者，就算佢要自我毀滅，亦都要拉埋其他人一齊陪葬。
除咗卡神之外，仲有一個人亦都同佢有住相同嘅睇法。案發嘅第二日，警方就收到咗一通電話，對方自稱係 Marcus 嘅前女友。佢話俾警方知 Marcus 一定就係兇手，因為佢曾經亦都有過相似嘅經歷。前女友提到 Marcus 有特殊嘅癖好，佢中意喺做床上運動嗰陣用力咁捏住對方條頸，享受睇住對方瀕臨窒息嘅快感。前女友話俾警方知，有一次 Marcus 用力過度，搞到佢暈咗，但係 Marcus 並冇出手相救，反而係由得佢成個人蜷縮喺地下度。與此同時， Marianne 嘅驗屍報告亦都出咗爐。Marianne 嘅眼球血管爆裂，肺部冇積水，所以佢唔係浸死嘅，而係俾人捏住條頸窒息而死嘅。法醫亦都喺報告上將 Marianne 嘅死因列為他殺。於是 Marcus 立即被逮捕，並被起訴4項罪名，包括重罪謀殺、嚴重襲擊、誤殺同埋魯莽行為罪。由於疫情嘅關係，本案拖到2022年4月先至正式開審。Marcus 喺庭上否認咗所有控罪。控方認為案發當晚 Marcus 同 Marianne 喺 hot tub 度發生性行為，因為 Marcus 嘅特殊癖好，佢喺過程中捏住咗 Marianne 條頸，最後導致佢窒息身亡。控方傳召咗 Marcus 嘅6位前女友出庭作證，佢哋都證實咗 Marcus 嘅特殊癖好。其中2位證人仲表示自己曾經喺過程中被 Marcus 捏到暈咗。辯方承認 Marcus 的確有特殊癖好，不過女方喺同 Marcus 發生關係之前已經知道咗佢嘅癖好，亦都同意配合進行。而且佢哋而家都仲生勾勾咁坐喺法庭度，所以佢哋嘅證詞並唔可以代表啲乜嘢。由於 Marianne 已經浸咗喺 hot tub 度好幾個鐘啦，所以法醫並冇辦法證實 Marianne 當晚到底有冇進行過性行為。咁控方陳述嘅案發經過只屬猜測，並冇證據支持。除此之外，辯方喺 Marianne 嘅驗屍報告度發現咗一個疑點。一般情況嚟講，舌骨斷裂係被捏死嘅典型特徵，但係 Marianne 嘅舌骨就完好無損，咁代表咗啲乜嘢？於是辯方喺庭上詢問咗法醫，呢個係咪代表住兇手嘅年紀比較大，所以唔夠力將舌骨捏斷？譬如係一位70歲嘅老人。法醫回答有可能。法醫嘅回答變相就係話俾大家知 Clark 可能先係兇手，因為案發當時佢已經69歲啦。之後辯方又提出咗另一個理論，真正殺死 Marianne 嘅兇手係揈頭丸同埋 hot tub。Marianne 嘅驗屍報告證實咗佢患有心臟肥大症，佢當晚飲咗酒，拍咗丸，又走去浸 hot tub。案發當晚 hot tub 嘅溫度係41度，比專家建議嘅安全溫度高咗1度。事實上，醫生並唔建議心臟病患者去浸 hot tub，因為 hot tub 嘅高溫好容易引發心臟病。所以 Marianne 絕對有可能喺藥物、酒精同埋 hot tub 高溫嘅多重影響之下，導致心臟病發猝死。控方指出 Marcus 喺 Marianne 出事之後並冇第一時間報警，反而係不斷咁 send 短信同朋友求救，叫佢哋過嚟幫手救 Marianne。其中一位朋友勸佢即刻報警，佢就一直拒絕。佢哋就咁樣拖咗幾個鐘，直到凌晨1點06分 Clark 先至打咗報警電話。點解 Marcus 要咁做呢？因為佢當時處於假釋期間，唔可以掂毒品。如果違反咗假釋條例，佢就會被送返監獄。所以 Marcus 因為自私而選擇放棄 Marianne， 咁亦都證明咗佢同 Marianne 嘅死有一定嘅關係。雖然係咁，辯方提醒陪審團，如果大家冇辦法喺排除合理懷疑之後100%肯定 Marcus 就係兇手嘅話，咁佢就唔可以被定罪。陪審團喺經過38分鐘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 Marcus 4項罪名全部不成立。呢個裁決震驚咗全部人，包括主審法官。
Mr. Lillard, I've come to quite a different conclusion than what the jury has come to. It is quite clear to this court that the only person you were concerned with that night, May 11, 2019, was yourself. 雖然法官冇辦法推翻陪審團嘅裁決，不過 Marcus 的確喺案發當時違反咗假釋條例，所以法官裁定 Marcus 必須因為呢件事而返到監獄服刑，直到2030年。Marcus 嘅代表律師表示，佢哋已經提出咗上訴，爭取減刑，所以 Marcus 好有可能會被提早釋放。